陆东明笑道，以战奶奶的心态，他老人家再活10几年不成问题的。有了曾孙女，他老人家怎么着也要活上10几年。看到他的宝贝曾孙女长大，陆太太也笑道，那是，像这老太太那样的老人家，谁都盼着她能够长命百岁。奶奶，我饿了。妞妞忽然对陆太太说道，她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小肚子好饿。陆太太马上心疼的道，都怪奶奶只顾着和你们说话，走，奶奶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2个孩子都没有拿零食吃，这是海玲教导有方，也有可能是都吃过了，他们不喜欢吃。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孩子的表现陆太太都很满意。其实小孩子不吃那么多的零食，好一点，零食吃多了不想吃饭。陆太太带着儿子一家人进了餐厅。这个时候老陆从楼上走下来，边走边说道，谁来了呀？买了那么多东西来，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。是爷爷。已经在吃着的妞妞立即滑下凳子，小跑出餐厅。平时父母有空的时候才会带他回管城，哥哥就经常回来，但是哥哥还是孩子，父母不放心哥哥带他，往往是哥哥回来，他还留在江城。但妞妞就特别喜欢爷爷，跟爷爷最亲了。妞妞别跑那么快。陆太太起身追着出来。海玲夫妻俩淡定地吃着早餐，就连洋洋都淡定得很。陆老看到小孙女从餐厅里跑出来，很是意外，随即开心的快步2步就抱起了扑过来的小孙女。原来是我们妞妞回来了，爷爷以为你们没那么快到的呢，这么快就到了。爷爷，妞妞，爷爷可想你了。爷爷，我好想你，我早就想回来的了。爸爸妈妈总是没空，今天才有空带我回来。爷爷，下次爸爸妈妈没空，爷爷和奶奶就过去看你们。陆老抱着小孙女，见老七出来了，他笑问，老四一家子都回来了吧？都回来了，在吃东西，都饿了。妞妞说路上她都吃不下，就想回家里吃饭。陆老听说小孙女路上没有吃东西，那个心疼呀，赶紧抱着孙女进餐厅。爷爷，洋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餐厅入口处，在陆老抱着妹妹进来时，他礼貌地叫着爷爷。洋洋又长高了。陆老笑眯眯地打量着洋洋，对海玲说道，洋洋越来越像你，越来越俊俏了。洋洋是很像海玲，当初商太太就是先看到洋洋，才会怀疑海玲姐妹俩是她的外甥女。那时候海玲太胖，有点难寻她与其母的共同之处。如今洋洋依旧像海玲，瘦下来的海玲颜值不输于妹妹，洋洋自然是个俊俏的孩子，就是他的亲爸周红林也不丑，否则叶佳妮就不会明知他有家室还跟他在一起。谢谢爷爷夸张，爷爷说的是实话。陆老有点感慨的道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也就和妞妞这般大，如今都是初中生了。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上好的大学，爷爷重重有奖。洋洋应着，爷爷，我会认真读书的，一定考个好大学。陆东明夫妻俩双双叫了一声爸。陆老点点头，抱着孙女走到中间的位置坐下来，让孙女坐在自己怀里。妞妞，爷爷喂你。爷爷，我能自己吃，我早就能自己吃饭了。妈妈说我慢慢长大了就要自己吃饭，妈妈对他是很严格的。爸爸就很温和，他不怕爸爸，也很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乐，就怕妈妈严厉。海玲接管凤氏家族几年时间了，她很清楚凤氏家族的担子并不轻，怪不得当初凤晴那么爽快的就将家主之位还回来，太累人了。权欲之心不重的人是真的不愿意接这个担子。凤晴也是不能再接管凤氏家族，大家不会服从她的了。她又早就说过，若是母亲的家主之位是抢来的，她会将家主之位还给大姨的后人。海玲也是没有办法才挑起这个重担。妞妞是她唯一的女儿，以后就是凤氏家族的接班人，要从小培养，自然要严格一点。妞妞和贝贝一样，
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如果海玲不严厉一点，她担心女儿会被宠坏了，没有本事挑起凤氏的重担。对洋洋，她一样是很严格的。她明确地告诉洋洋，凤氏以后只能交给妹妹。洋洋不姓凤，他无法接管凤氏的一切。他也不建议儿子以后进入凤氏集团。海玲希望洋洋长大后凭着自己的能力，替他撑起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蓝天。陆东明私底下和妻子说过，让洋洋以后接管陆氏集团。虽说妞妞是他亲生的女儿，但女儿要挑起凤氏的重担，他不想让女儿压力太大。陆氏集团就不准备交给女儿了，可以分一点股份给女儿，让女儿只分红，不用插手陆氏集团的事务。他是视洋洋如亲子，愿意将陆氏集团交给洋洋。海玲说，不管洋洋以后是接班还是创业，都要管严一点。他还是希望儿子以后先自己创业，积累一点经验，或者隐瞒身份进入陆氏集团，从最低层做起，凭实力爬上去，以后接管陆氏集团，大家才会对他心服口服。海玲说道，爸，让妞妞自己做着吃吧，平时她都是自己吃的。妞妞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会走路后，就教她自己吃饭。一开始是米饭掉的到处都是，次数多了，她慢慢就掌控得很好了。陆老说道，妞妞才2岁，她自己吃能吃多少，要喂她吃多点，感觉妞妞这次回来都瘦了。要是养在梁老身边，陆老肯定是餐餐都喂孙女吃。这么小的孩子才不让她自己吃饭呢，她能吃多少是多少，2周岁了。她也知道饱不饱，吃饱了她就不吃了。妞妞不瘦呀，体重达标的。听儿媳妇这样说，孙女又坚持要自己吃，陆老只得放下孙女，小家伙就走回到他刚才坐的位置。洋洋抱起妹妹，让妹妹坐在儿童餐椅上。陆老和老七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他们是更疼爱这个小孙女，却不得不承认海玲管教孩子不错。一家人用过餐后，海玲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周红林打过来的。海玲没有接听，而是直接将手机递给洋洋，让洋洋接听。周红林打电话过来一般都是为了儿子。海玲已经很少和前夫说话，偶尔聊几句也是句句不离洋洋。他们如今能聊的就只有儿子了，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，战印没有再打压周红林。周红林去找工作也能找到工作，不过他觉得进公司上班没那么自由。他开网约车，虽然一天到晚都要跑车，但自由一点，不想出车时就不出车，赚到的钱也够花，还能余下一点。除了每年给洋洋的抚养费，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开支，又改掉了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缺点，他每年还是能存下几万块钱的。他每个月都会抽一天时间去探望妻子叶佳妮，鼓励叶佳妮好好改造，争取减刑能早点出来。不管他要多久时间出来，他都会等他的。父母劝他无数次，劝他和叶佳妮离婚，叶佳妮也提离婚，他都拒绝了。他说他当初就是对家庭不忠，才会害了2个女人，也害了自己。如今这样是老天爷在惩罚他，也是给他改过的机会。他不想再犯错，就等着叶佳妮出来。叶家已经跟叶佳妮断亲了，从来没有去探监。如果他都不要叶佳妮了，叶佳妮以后出来了怎么办？说到底还是他害了叶佳妮的。他在外面挣钱，叶佳妮在里面服刑。他说等叶佳妮出来，他存的钱就够夫妻俩养老了。海玲刚嫁给陆东明的时候，周家所有人都担心陆东明对洋洋不好，担心陆东明以前对洋洋的好是假的，是为了哄住海玲。周红林也是那样想的。如今6年过去了，陆东明对洋洋依旧那么好，视若亲生，父子俩也亲密无间。男孩子长大了，很自然就会跟爸爸亲近一点。洋洋有什么事，很多时候是跟陆东明这个继父说的。陆东明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洋洋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，还是那个阳光男孩。
周鸿林打心里感激陆东明，两个大男人若是见了面，已经能和平共处，因为他们都是洋洋的爸爸，都是为了洋洋好。洋洋接过了手机，爸爸，他开口，周鸿林也没有半点意外。不管是他打给海玲还是陆东明，他们都是让洋洋接听电话的。洋洋，你们回到管城了吗？周鸿林刚送完一个客人，暂时不想接单。车子停在海玲开的那家早餐店门口，他在早餐店里吃早餐。平时他不是在自己家里吃，就是去海玲的早餐店吃。哪怕海玲没有再亲自打理早餐店，但早餐店还在他名下的，就还是海玲的产业。周鸿林帮衬着前妻的生意，也是每天都能吃到前妻的味道。早餐店的店长、服务员都学到了海玲的厨艺，他们做出来的早餐吃起来和海玲做的一样。爸爸，我们回到了现在爷爷奶奶家里，刚和爷爷奶奶一起吃了早餐，等会儿再回家，晚上去小姨家里吃饭。爸爸，我可能明天才有空去看你和爷爷奶奶了。周鸿林理解地笑道，行，那爸爸明天就不出车，在家里给你做好吃的，陪你玩。你想吃什么菜，爸爸明天买回来做给你吃。洋洋说道，爸爸做什么菜，我就吃什么菜，爸爸，我不挑食的。现在他父亲是富豪，母亲也是富豪，他家里的伙食并不是每天都山珍海味的，父母更喜欢吃家常菜，也跟厨房说过，他们一家4口吃饭，每天4菜1汤就行，吃的4菜也是很平常的家常菜，不过经常会换菜谱，不会天天都吃那4菜1汤，避免他们吃厌了。兄妹俩都不挑食，很好养的。那爸就自己买了，明天是你自己过来吗？能不能带妞妞一起？爸爸挺想妞妞的。妞妞是陆东明的亲生女儿，周鸿林见过几次，也喜欢得不得了。那孩子是集父母之长来长，可爱极了。就是那孩子以前认生得很，不要他抱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一点。他没有记错的话，妞妞应该2岁了吧。妞妞比海童的那个女儿大半岁，不过他没有见过海童的女儿占家保护得很好，他又是个前一丈，海童不会让他见到孩子的，就是宝宝他都没有见过，只知道海童的儿子小明宝宝，大名叫什么他都不知道。洋洋很少会在周家提起小姨的2个孩子，宝宝他还提起过2次，发现爷爷奶奶大姑他们很八卦的样子，他就再也不提。那时候宝宝才几个月大，如今多年过去，宝宝长大了，周家人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与宝宝有关的消息。洋洋的嘴巴牢得很，不管大姑姑和奶奶怎么哄他，他都不说。对贝贝的保护最到家，在周家他连提都不提贝贝。每次大姑姑扯到贝贝的话题上，他要么转移话题，要么就是一声不吭。陆家对妞妞的保护虽然没有那么厉害，不过也轻易不见外人。周鸿林是洋洋的亲爸，海林有时候带着女儿送儿子去周家，周鸿林才见过几次妞妞，也只有周鸿林能见到，其他周家人是见不到妞妞的。周鸿林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让洋洋难做人，他都会保护妞妞的隐私，海玲才会让周鸿林见一见妞妞。洋洋看向被陆爷爷抱在怀里，一刻都舍不得放开的妹妹，委婉地拒了父亲的请求，爸，我们刚回来，爷爷奶奶很稀罕妞妞，陆叔叔和妈妈应该没空送我过去，是司机送我一个人过去，我就不带妞妞了。妹妹好动得很，她一个人怕是看不住妹妹，万一妹妹在周家出了什么事，两家好不容易有点和缓的关系又会重新崩了，那不是洋洋愿意见到的局面。况且妹妹若出了什么事，她也会内疚一辈子。周鸿林默了默后又笑道，好，那明天爸爸在家里等你，可以通知你大姑姑一家人过来一起吃饭吗？知道儿子不喜欢大姐一家，随着洋洋渐渐长大，周鸿林总要征得儿子的同意才会通知大姐一家人过来。